万一信托不够，他们可能要的是整个娃哈哈，嫡女打继母，弟妹告长姐，100亿遗产争夺战，宫斗剧一般的情节正在娃哈哈上演。上周末，宗馥莉再次回到了舆论中心，这一次不是因为什么高管离职、业绩下滑、侵吞国有资产，而是因为被自己同父异母的3个弟弟妹妹告上了法庭。更魔幻的是，这3位在诉状上专门强调自己是非婚生子女。要知道，宗庆后在公众面前可一直是一年消费不了5万块的不嫌首富，是爱惜长女的完美父亲。为何这3个人不惜撕破父亲生前的脸面，也要将和自己血脉同源的姐姐告上法庭呢？一个字：钱。这事儿其实并不复杂，在宗老的规划里，长女得权位，庶子得财富。既然3个孩子得不到名分，那我就拿钱弥补他们。于是大手一挥，留下了21亿美元的离岸信托给3个孩子。可问题是，这笔钱他们真的拿到了吗？24年初，这笔信托账户里有18亿美元，结果去年5月再一看，账户里的余额不仅没有变成宗老事先答应的21亿，反而还有110万美元被划出了账户。谁干的？宗馥莉。这笔钱虽然不多，但是能让所有人警惕起来，因为今天能花100万，明天就能花200万，长久下来，把账户里的钱都转走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于是3兄妹一怒之下，同弟弟妹妹变成了原告，要求也一再升级。但是账户里的这18亿美元已经不足以抚平他们的怒火。宗庆后在娃哈哈的29.4%的股权，他们可能也想要。如果只是信托基金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把这看作是家庭矛盾。但是涉及到股权问题，那这场战役可能就升级为对娃哈哈这座饮料帝国的争夺战了。宗馥莉方也没有在怕的，迅速给出了回应：我们不接受原告的证据。宗馥莉也没有从父亲那里收到过这些指示。翻译成大白话，意思就是我爸没有和我讲过，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娃哈哈的2号人物带着宗庆后生前存储在医院里的血样浮出了水面。此人名为杜建英，了解娃哈哈的人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。他是和宗庆后一起打天下的老臣，曾经抛下国企的干部待遇，选择加入娃哈哈，一路做到了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的位置。而现在他又有了新的身份，3位宗室血脉的母亲。在查找杜建英的资料时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。根据长子宗继昌的年龄推算，杜建英生子的时间几乎与陪宗馥莉赴美留学的那段时间高度重合。很难想象还在上中学的小宗馥莉身处异国他乡，究竟如何度过那段漫长的岁月。过去的事情太过久远，我们暂按不表，但是把时间线往回拉，你就会发现宗氏家族的内斗很早就开始了。去年7月，网上曾广泛流传过一个帖子，控诉宗馥莉侵占国有资产。在帖子第一段，这位名叫梅干萨台谷的递交者就提出，从1月份开始宗馥莉大刀阔斧的对娃哈哈人员进行整改，大范围辞退老员工。为何会选在1月份裁员呢？我们发现一个关键信息，当时娃哈哈空降了一位年龄很小的外籍高管，名叫杰克宗。这件事当时在网上也引发了一些舆论，网友们对这位高管的身份议论纷纷。但是不久之后，注意力被转移了。我们事后再来看，这位高管的英文名和宗庆后的长子一模一样。因为这篇控诉帖，宗馥莉深陷舆论风波。7月18日，他的一封离职信惊起天童浪，鄙视作为娃哈哈的老人，杜建英是如何做的呢？根据金融界的报道，据说杜建英在知悉宗馥莉提交辞职信后，建议从外部引进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。最后因为各方的压力，外部引进职业经理人计划被搁浅。在多方的协调下，宗馥莉也继续担任娃哈哈董事长职务。今年娃哈哈又被爆出关停深圳、重庆、天津、衢州等多地18家分厂生产线，找金麦郎代工纯净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被关停的18家工厂均非宗馥莉的同盛企业，很多都是杜建英持股的龙泰系资产。可以说，宗馥莉这一刀下去，直接砍到了杜建英的命根子上。表面上看，3兄妹和宗馥莉争的是那300多亿的资产，实际上他们争的是娃哈哈的话事权。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类似的事情也在杉杉集团发生过。在杉杉集团的董事长郑永刚去世后，其子郑居以全票当选新一任董事长。然而就在接班当天，郑居的继母突然现身会场，质疑会议的合法性，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内斗之下，稀释资产超400亿的杉杉最终沦为废墟。那娃哈哈这场争斗，谁会是最终赢家呢？我们无法给出预判。宗馥莉确实拥有遗嘱，且遗嘱声明本人所有境外资产均由独女宗馥莉继承，其他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。当然，见证人只有娃哈哈的一些高管，没有家族成员见证和亲手签字，可能会存在瑕疵。而从法律上来讲，3位兄妹确实有机会赢。民法典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非婚生子女享有与温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。只要 DNA 鉴定一做，亲子关系坐实，这18亿美元和公司股权就要被重新分配。私生子到底有没有继承权？法律上讲得很明白了，但是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讲，可能还有争执。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？这里是帅军财经，一个有温度、有深度的财经博主，欢迎大家关注主页，有更多精彩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